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柜子去哪设置这个深度以后，我们来举个案例啊，像这样一个全屋案例。这个案例的话，已经在我们价格上面已经做了一定的那个节省了。比如说它柜子、门板都是选用的是柜身板，对吧？方案设计的初期啊，就已经考虑到客户预算比较低，想要在我们这个方案价格上面做一些优惠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案里面啊，或者说我们后面设计的那个全屋方案里面有哪些地方可以做飞标啊？有哪些地方可以做标准啊？或者是有哪些地方肯定会有飞标？先识别一下，对吧？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冰箱柜啊，它基本上都会属于这种飞标柜体嘛，因为深度比较深。然后我们这个阳台柜啊，也会受到我们墙体啊、什么电器啊的原因，做一些飞标深度的柜子啊。飞标深度指的是刚才那个我们用这种直列柜啊做的柜子，可能要400以上深度，那肯定是飞标的，对吧？好，那电视柜的话啊，可以做飞标，也可以做标准的。那当然推荐是标准的啊。当然做飞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后期的硬装的吊顶之类的因素，导致柜子可能会做飞标深度啊。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话，肯定是找做飞标尺寸最好，对吧？那其他空间的这种衣柜，对吧？主卧衣柜啊、次卧衣柜啊，包括我们这种什么书房组合柜啊，里面这种衣柜啊，基本上都可以做这个标准深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屋案例里面，像这种常规的电视柜啊，比如餐面柜也是，对吧？衣柜啊，都是可以按标准深度来做的啊。那其余的一些阳台柜啊，可能是包冰箱的电器柜啊啥的，可能是非标深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中有哪些问题啊？在方案已经比较省钱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做标准深度来将价格更降低一点，对吧？然后更符合客户的这个预算啊，从而我们更容易签这个单子。好，先看一下这个案例里面也有的几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边电视柜它的设计时候深度没有采用一个标准深度啊，而是一个采用了非标深度。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设计师本身习惯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些硬装影响的问题，对吧？好，那我们这个衣柜啊，它原方案用的是直列柜拼的，那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可能设计师对软件不是很熟悉，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样式我们软件里面不是一下子能找到这个组合，所以自己拼的。拼的时候我们用了直列柜。还有就是衣柜啊，像这个次卧衣柜，对吧？即使它用了这个我们的标准衣柜类的衣柜，但是深度可能是因为它习惯问题，没有做我们公司规定的这个标准深度啊。这3个问题都会导致这个全屋方案价格并不是最便宜的啊，还能通过我们柜子去调整它的对应深度，做标准深度来降低这个全屋方案整体的价格。那我们一个柜子来看一下，首先就是这个电视柜，这种电视柜的话，原来方案它是330啊，这边也是一样，是侧板深度，对吧？含门板的话可能350了啊。那当我们做这种电视柜，如果是没有特别的说吊顶啊，或者是其他硬装的墙面影响的话啊，可以优先考虑这种标准深度啊，比如说298升的一个柜子，或者是350升的一个柜子，这样来做啊，就会比我们这种非标深度会便宜，对吧？那我们分别来对比一下啊，比如说它现有的方案330升的，那我将方案修改了一下，分别修改成298升和350升啊，对应的这个价格差。从右边这个表上面看出来啊，灰色部分是原方案，对吧？柜子330升啊。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9月30号以后优惠活动没有以后，这个电视柜的原价就是6778啊，6778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们同样把柜子深度改浅，改成2种标准的，一种改深，一种改浅，那会发现最终价格都会比这个原方案便宜，对吧？298升的柜子最终价格是6502啊，350升的柜子最终价格是6742，其实也是比330升柜子还便宜的。柜子加深了20毫米，价格反而是便宜了将近30来块钱，对吧？啊，所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可以看啊，当我们现在来说，因为有一个优惠额度减免，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做出来的柜子是便宜的。但是活动结束后，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从现在就要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尽量做这种标准深度。因为标准深度，比如说298升的，相比330升的能够降276块钱，350升的柜子比330升的柜子还能降36块钱啊。好，这是其中电视柜的一个案例，它是可做标准柜的。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原方案里面这个衣柜啊，这个衣柜它是用直列柜去拼搭的啊，是双列加单列的一个直列柜去拼搭啊。当然这边可能是它使用软件比较少，因为比较新人嘛啊，或者是想要的样式选不到，因为我们去找这个宽度，找5列柜是找不到的啊，软件里面是没有这个成品的模型的啊，可能这些原因就会导致他自己去拼了啊。然后
软件就会判定这个深度非标了啊，因为我们认为的这个衣柜可能是可以用衣柜类柜子啊，可能用直列柜子来都可以做，但是软件的话，衣柜的话就认为是衣柜啊，直列柜就会认为是非衣柜类的柜体了，它认证的标准这个评判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调衣柜位置的时候啊，一定要去调衣柜类柜体，找到我们这个卧房单元对吧，掩门衣柜或者找到我们这个23框架里面的衣柜框架，后期再加门板都是可以的啊，只要深度符合我们刚才的标准深度550和600，都是能够降低一定价格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原方案，用直列柜对吧？深度还是做到530升的啊，然后它的一个整体价格优惠结束以后吧，它是10187对吧？1万块钱将近啊。那我将方案改成一个用衣柜类柜体，然后深度调整至550，同样的面积啊，同样大小，然后同样的原价收购价凌空版，尺寸都一样情况下最后算下来优惠后优惠结束以后，它价格是9370。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用对了柜子，我们标准深度情况下啊，比你非标深度对吧，会降将近800多块钱一面柜子啊。所以在设计衣柜时候，我们一定要尽量使用对应目录的柜体啊，不要错开了用。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次卧这个衣柜啊，从正面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是衣柜类的一个柜体，然后我们的进门口是衣柜侧柜，当然衣柜侧柜的话当然我们这个常规的衣柜啊，这边原先设计的是350升，530升，但是我们最好是使用550或者600，这样的话就符合这个标准深度了，对吧？价格上面肯定会有优惠的，像这个530凭空增加了一个非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导致价格肯定会有所增加啊，对客户来说不划算啊。好，那衣柜侧柜的话就要去看情况啊，可能我们可以看这个深度350升这个深度，可能可以做直列柜啊，也有可能可以做衣柜类的，对吧？就是去对比一下啊，像侧柜类我们可以测试是用衣柜类的柜体做这个侧柜，还是用我们直列柜做侧柜更便宜。好，那对于这个侧衣柜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分别两种这个优势在哪啊？比如说这个方案里面，对吧？它用的是这种侧衣柜框架来做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直列柜高柜来做。首先，它这个优势就是350嘛，正好是符合我们这种直列柜的标准深度的，对吧？然后呢，这种顶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备注取消，软件虽然不能操作，对吧？可以通过备注取消，效果也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衣柜侧柜的效果的啊。当然，很多设计师也是为了方便嘛，我们可能会用这个一模一样的，对吧？不用你任何去调，只要调大小的形状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这种衣柜侧柜框架也可以啊，在框架里面找到衣柜侧柜框架啊。那但是呢，它有个缺点就是这个350升它是属于是衣柜侧柜框架，对吧？所以它是350升对于这个框架来说是非标的深度，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非标的一个费用，这是我们后期一定要注意的啊。但是在设计方面，它没有顶板，自动不带顶板，很符合我们这个设计要求，可能为了避那个回风口。好，那我们对比一下，好，用原方案这个530升的一个衣柜类柜体，加上我们一个衣柜侧衣柜衣柜侧柜的这个框架来做，深度是350升的，你会发现它是有这个非标，系统会认定为非标，包括这个衣柜侧衣柜，对吧？包括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衣柜，都是因为深度原因产生的这个非标的一个费用。当然，我们活动结束后，这个非标费用，比如说上面扣减的229又会加回去的，所以最后总价应该是光衣柜的话应该是7597，对吧？光我们这个侧柜的话是2114。那我们重新改一下方案，将这个衣柜深度从530改成550。将我们这个衣柜侧衣柜用直列柜350升的直列柜去拼，那会发现基本上这个非标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不大了啊。这边虽然有影响，主要是这个收购版会带来这个35块和5块钱的这种非标费用啊。那我们看，基本上相当于是没有费用，不去除我们收购版的影响的话，这柜子深度就是一个标准深度啊。那他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啊。即使我们用了这个直列柜350升去替换掉这个衣柜侧柜框架，也是会便宜的，会发现没？好，总体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话一改，价格又能降低大概154。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使用使用标准柜体来做的话，价格能够降，对吧？当然不是我们所想的这种降好几千、好几千降啊，每组柜子可能降几百、降几百，这全屋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吧？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多功能房这个地方，原方案可以看到它的衣柜首先就是用直列柜去拼搭的，不是我们的衣柜类柜体啊，而且做的是530升的，那系统肯定认为是非标啊。然后另外我们的吊柜是330升的还有我们榻榻米是400升的，但我们刚刚的规则里面榻榻米是398高的现在是400高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差异啊。当然我测试过啊，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衣柜，后期一定要换成我们的这个衣柜的柜体，否则的话系统会认定为非标，而且最好是做550升啊，这样的话能够做到一个标准深度啊。吊柜深度的话，其实可以有两种更节省的方式，一种是换成298的，一种换成350升的，这种两种标准深度的吊柜啊。那我们也可以在那个表上面也可以进行一下对比啊。然后另外就是它你做400高会不会算飞标这样一个问题？那经过测试也是没有什么飞标加价，400和398两个高度没有什么这个非标产生的那个加价啊。当然两者高度对应的价格实际价格会差个10块钱左右，但是不会产生两个高度不会产生任何的非标加价，这个要注意的。所以后期我们设计说也可以用400，也可以用390，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的。主要在衣柜和我们的直列柜、地柜、吊柜这个深度上面。一定要保证一下这个标准深度，价格会降。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原方案，对吧？它的一个总价是14278啊。那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这个衣柜改成一个标准衣柜，以及550升，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吊柜分别改成298升和350升，来看一下啊。无论你改什么这个吊柜深度，衣柜深度保证550升的话，用衣柜的柜体化都会比我们的原方案价格相应的降低了，对吧？降低大概600多块钱啊。好，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方案里面可以看出来，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这个直列柜去当衣柜用啊，价格会增加不少。然后另外，即使我们用了这个对应的柜类以后，尽量能选择标准深度的柜子去做。当然，这边还有一个特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吊柜，原来330升的，对吧？这个吊柜啊，那我们如果改成350升的话，其实价格是有所增加的。这个地方的话，唯一的一个原因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它本身柜子比较小啊，如果你的柜子比较整面的柜子，350升的柜子和330升的柜子，应该是会标准深度情况下，应该是350升的柜子会更便宜一点点啊，当然差价不是很大了。总体来说，是越深的柜子还是会越贵的啊。好，那另外再看一下这种其他一些不能做标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包冰箱的柜体或者是我们这种阳台柜包冰箱柜体的话，主要是受到这个墙面的影响，对吧？有些墙面，比如说650升的，那我们只能做650升的柜子，跟它墙漆平更好看也可能受到我们的电器，一般冰箱的话，如果非零件的话，可能会做的更深一点点才能把它包起来，对吧？那阳台柜的话，可能受到因素更多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太嵌入了台盆，后期有尺寸影响，柜子一定会做深一点。比如说我们受到嵌入电器大小，柜子也会做的比较深。那吊柜的话，可能会受到墙面深度影响所以这些可能一定会做到，可能一定会做非标深度但对整体价格的话不是特别的影响，因为毕竟做非标深度柜子不是特别多，在全国里面，对吧？占比。那像这个里面也可以寻找出能做标准柜的比如说阳台柜的这个吊柜，可以选择性做350作为一个深度的一个吊柜，对吧？它就属于一个标准深度能够减少一点价格。那另外这个包冰箱柜旁边这个敞开式的柜子比较深嘛，那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框架里面找到衣柜框架，衣柜框架不带门，而且深度如果是600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标准深度的。相比你把一个直列柜做成600升，价格肯定是便宜的。所以我们可以后期在这种非标柜里面，对吧？去想想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也可以节省一点价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全部报价下来原来这个柜子原来这个方案对吧？很多非标深度的柜体它报出来的一个最后的总价，当然我们是算那个无优惠以后把这个1211加在这个价格上面，最后我们的总价应该是48535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把这个方案调整过后按照我们刚刚的思路，对吧？330升的我们可以调到298升的，然后我们的衣柜都是从550升的直列柜改成550升的衣柜类衣柜这样的话算下来，它的一个无优惠以后，它的一个合计价格是4万6652这样的一个价格，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俩在原价上面它的差价将近1883，那从而我们会发现这个用我们的标准深度做柜子对于一个全屋来说是能够降一定比例的一个价格的。当然这个全屋的话不算多柜子降的也不少，将近2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对吧？那目前来说，对吧？它是即使是带优惠的情况下，我们用这种非标柜深度来做跟我们用标准柜深度来做也会便宜将近693，对吧？即使我们现在带优惠的还是贵了一点所以我们后期在设计时候可以优先考虑用标准深度去做。好，那我们顺带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做电视柜时候，刚刚那个电视柜可能是没有什么吊顶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吊顶，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下单的一个案例我又返回来去看了一下。好，它的一个吊顶的深度是420，那按照我们设计师的一个
是一般的想法，要么就是气平吊顶做到420，对吧？要么就是凹进去大概3公分4公分的或者是凹进去50的。那这边当然我们遇到这种吊顶深度的话，可以推荐肯定是先考虑优先标准深度，比如说398升的柜子去做，含门板的话就418，正好跟这个吊顶是齐平的。或者选择350升的柜子，含门板370比这个吊顶凹进去50，只要保证这个客厅所有的柜子都比吊顶凹进去50也是可行的，对吧？在我们这个设计理念里是完全可行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设计师他可能以前没有这种想法，对吧？只是比如说我们自定义一个比吊顶凹进去，比如3公分4公分的从而导致我们后期做的时候深度做了一个345升跟我们这个标准深度还差个5毫米。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价格我们从原方案345升的电视柜报价是14047，对吧？那我们修改以后把它改成350，增加个5毫米，价格呢反而是13733降低了一个314。这是只是一组柜子当然这个是全屋的，光一个客厅就有好几面柜子的，所以我们在设计方面设计时候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卡的这种非标深度，卡的少个5毫米也是不划算的一定要踩中这个深度是最划算的。好，那如果说这种整柜的阳台柜，你也可以考虑做这种标准深度柜子，比如说这个阳台柜这边不做这种水槽什么的，对吧？做一个倒顶储物柜那这块区域它的深度630呢那如果我们做一个倒顶储物柜，那就可以考虑做一个600升的柜子，含门板620，对吧？可以再把柜子往前拉一拉，基本上可以齐平这个墙面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用这种不要用这种直列柜去做，这边是右边是直列柜，对开门直列柜和单开门7角直列柜去做的。左边这个样式是用这种超高掩门衣柜加我们这个框架里面的衣柜框架单加门来做的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候体现出我们这种标准深度的好处同样一面柜子对应深度用对了柜子类型以后，它的价格如果用衣柜做6990，而如果用系统柜做，它会算非标这个深度价格，总共最终呢会做成7374，对吧？这也可以看到用标准柜做会有一定的好处而且看对应现场深度去选择对应的标准柜体，可以是衣柜，可以是直列柜